大家好，欢迎收看艳红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花丝镶嵌制作的唐风头饰。也是因为这套头饰制作周期长、难度大，所以在上个月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出什么作品。我也希望每次都可以给大家带来对得起大家的作品。这期制作参考了视频所示2幅杨贵妃的画像。第一幅有凤凰的元素，第二幅有花草的元素，中间经历了多次的修改。刚开始的设想是想用孔雀羽毛制作仿点翠，是蓝色的，所以这里用了银片掐丝的方法做胎底，再进行焊接。但是因为后来颜色的更改，需要将蓝色改为金色，为了让头饰设计不会太平，所以将前面的胎底重新推翻，改成了花丝的做法。这里虽然浪费了银料，但是如果花丝效果更好，那就必须要重做。废掉的银料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会妥善处理，不会浪费材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零开始，将每个部件的形状不变，用0.4毫米的银丝一边退火，一边搓成麻花丝。一般退火2到3次就可以使用了。再将麻花丝压成扁丝。将刚刚修改的形状中间用扁丝做成不同的花形填满，保证每个平面都有细节。填好以后，再用焊粉将所有的部件焊接起来。有很多人觉得这样一个作品用网上买的铜配件一样可以做到这个效果，但是一件纯手工制作的花丝作品和倒模产品细看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质感也是不一样的，并且设计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可以在网上买到配件仿制。这个只要见过花丝的人应该都知道，不然我也没有必要去花接近20天的时间来制作这样一套花丝头饰，而不是花3-4个小时去组合一套铜配头饰。在5月份的时候，我拜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倪成玉老师为师，到现在刚好4个月，到目前也做了4套头饰。这一套是4套中件数最多、焊接最难、耗时最久的一套头饰。单说玛瑙和珍珠上面就镶嵌了200多颗，每一个对应的珍珠和玛瑙都需要制作碗和编号，以至于在镶嵌的时候可以刚好合适。焊药和焊接点都需要掌握火候，既要保证焊药化开，也要保证不能把花丝烧化；既要保证连接点稳固，也要保证不能把整体焊塌了。一般这样的簪子花丝的部分都要焊接3到4层，层数越多就越容易焊塌。焊塌的意思就是指焊好的部分又被高温烧化脱落，导致整体散开。簪子的部分也需要进行打磨，我的速度一般是晚上可以磨出1根长的这样的一个簪子。这里做了6根长簪，4根小簪，4根钗，共计14根。4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其他人应该可以学习很多知识，但是我因为平时事情太多了，疏于去师傅那边学习，到目前为止真正去上课的时间也就只有3天。从蝴蝶牡丹花冠开始，到花束状金步摇，再到我给自己做的一个银花丝的压法，再到现在做的唐风头饰，都是当时学习的技法衍生而来。由于起初的凤凰设计不能修改为花丝，花丝凤凰的制作是非常难的，不到20天的时间里面根本就完成不了，所以这里修改为了蝴蝶。蝴蝶也是我跟我师傅倪成玉老师在做蝴蝶牡丹冠的时候共同设计的图案，并不存在抄袭。花丝镶嵌焊接好以后就是一个整体，是拆不下来的，所以也并不存在拆西墙补东墙的说法。大家也可以看到2个冠的铜框，没有拆掉任何一个冠。这里在原有蝴蝶的设计上，将结构改为了左右对称，再将所有的部件一层一层的进行焊接。这里需要焊接5个层次，每焊接1层就是提心吊胆的一次。最难的部分应该就是主冠的部分了。上次的蝴蝶牡丹冠为组合冠，
而这个罐是一个整罐，每个焊接的地方都需要用锉子锉平，并且刚好对上，这样的焊接点才不容易脱落。在一层一层的堆在骨架上焊接的时候，都需要思考焊接的顺序和焊接点的位置。顺序不对，有的部件是焊接不上的，焊接点距离太近，又容易把其他已经焊好的地方烧化。我记得最后一天晚上，第二天就要交稿了，有一个焊接点焊接了20多次都没有焊接好，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崩溃。凌晨2点到凌晨4点中间，做了无数个方案进行焊接，最后终于在无数的失败和惨叫中，把最后一个部件组装上去。我大概睡了有4个小时，然后就起来镀金和镶嵌宝石。看着这样一套头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这套头饰没有上头效果是我最大的遗憾，在后续的视频中，我也会为大家单独拍一期全套模特展示。虽然我的花丝作品相比于专业从事花丝行业的人而言，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自己认为，这套纯手工银花丝镶嵌全套唐风头饰，在工艺、材质、设计、修改、制作的过程中，都没有欺骗品牌和观众。20多天，每天晚上工作到半夜，最后熬到凌晨4点完成制作。对于作品的态度和对品牌的尊重，我想大家在视频中可以看到。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不好的信息，说不伤心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要求我给一个回应，还有很多非常犀利的言辞。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刚开始确实是懵的。最近在吃别人的瓜，没想到清早起来就吃到了自己的瓜。这也让我看到了网上舆论有多么的可怕。从白手起家到现在有了一个不到10人的工作室，关注我的老粉一直见证我的成长。现在公布在网上的生平事迹以及采访报道都是真实的。后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缘分，才可以拜倪晨玉老师为师，所以这些都不是立的人设，这些就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人设。关于人设崩塌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不成立的。我们拒绝在网上去进行争吵、引战的行为，希望大家不要再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双方已经和解，并且互相向对方道歉，原谅对方。最后，感谢我的师父倪晨玉老师，在我无助的时候为我的人生指引方向。感谢一直默默支持我、相信我的小伙伴们，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以后会做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报大家。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创作，坚持初心，不怕困难。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我抓狂了，我真的是。什么叫骤然崩塌？有一种心痛的感觉。啊，这样子粘不起了。这个位置相当的巴适。重新来算了，重新来。我又成功的把焊起了。算了，不搞它了。我开始搞这个。